有的同学说，老师，方程公式太好用了。的确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就再而三的再一次应用方程公式啊，再一次加深我们的理解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道题，已知函数啊 e 的 bx 次方除以 ax 在 x 等于2处取到极值，这样一个不等式恒成立求参数的取值范围。这道题呢，和前2次视频里我讲的题略有一点不一样啊，因为它没有直接给我 f(x)， 我需要自己把它求出来。那么极值点就是使导数等于0的点。既然它提到极值，我们当然要给这个函数求导，所以我要求导 f(x)。我在求导的过程当中啊，就跟大家一起把公式复习了一下。这是2个函数相除的形式，所以它的导应该是导不导减不导导除以分母的平方，也就是分子要求导。那这里边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，e 的 bx 次方，它可不是 e 的 x 次方。我们要应用公式，就要严格的遵守公式的形。那它是什么呀？它是一个小小的复合函数。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x， 那其实你就是在心里把它默默的还原了，也就是啊，我引入一个中间的量，它是 u，e 的 u 次方 u 等于 bx， 这是一个正比例函数和一个指数函数复合而成的一个函数。那么要给这个复合的函数求导，先给 e 的 u 次方求导。e 的 u 次方它就严格的符合了 e 的 x 次方的形，所以 e 的 u 次方的导还是 e 的 u 次方 ，u 要写回 bx 的样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乘以 bx 的导 ，bx 的导就是 b。它俩的积，那我把 b 写在前边，所以分子的导就是 b 倍的 e 的 bx 次方，导不导乘以分母啊，减去分子不导 e 的 bx 次方乘以分母的导 ax 的导就是 a， 把 a 写在前边，因为它是一个常量。好。接下来我们要除以分母的平方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整理一下，就变成 a 方 x 方 b，a 和 b 都写在前边，常量 ab 倍的 x， 再乘以 e 的 bx 次方减去 a 倍的 e 的 bx 次方。每一项都有，我们就把它约掉了，所以稍加整理就变成了 x 的平方 ，e 的 bx 次方是公因式，把它提出来 ，e 的 bx 次方，第一项就剩个 bx， 第2项就剩个1啊。那么极值点就是使导数等于0的点，既然 x 等于2。在 x 等于2处取的极值，所以我们就知道 f2 的导是应该等于0的。把2带到导函数当中，那么我们就得到4/e 的2b 次方 2b 减1，它等于0。显然呢，e 的2b 次方永远是个大于0的数。那么要想让这个式子等于0，就只能是2b 减1等于0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b 是等于1/2的。你看 b 的值我们求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再求 a 的值啊。在 x 等于2处取到极值，不但知道在2处取到极值，而且还知道极值，极值是1/2。极值就是 y 的值，就是函数的值，所以我们知道 f2 它是等于1/2的。把2带到原函数当中啊，那就是 2a e 的 x 等于2是 2b 次方，它等于1/2。b 的值呢，我们刚刚已经求出来了呀。刚刚求出 b 的值是1/2，把它带到这里来，于是我们就得到 2a/e 的2乘以1/2就是1，它等于1/2。两个分数的值是相等的，分子又相同，那就只好分母相等。2a 等于2，
所以 a 就等于1啊。到现在我们把 a 和 b 的值都求出来了。于是呢，函数的解析式就被我们找到了。函数的解析式 f(x) 它就等于 a 是1啊 x 分之e 的 b 是1/2带到这里 e 的2/x 次方，解析式被我们找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恒成立的不等式。所以题中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他说 x 方倍的 f(x)， 把 f(x) 的式子带进来 ，x 分之 e 的2/x 次方大于等于 kx 加上 ln(x)， 然后再加1，x 约掉一个啊。我们发现 ln(x) 了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不要忘了写定义域，也就是定义域。零和负数没有对数真数一定大于0啊，因为地方不太充分，所以呢，定义域 x 大于0，我就写成不等式的样子啊，写成区间的样子也可以的。所以 x 约掉一个，那左边就是 x 倍的 e 的2/x 次方大于等于 kx 加上 ln(x) 加1。现在又出现了质变量的取值范围知道了，一个含参的不等式恒成立我们也知道了，要求参数的取值范围又符合了那3条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就分离参变量。好。kx 它现在在右边，我写的时候把它写在左边，尖儿朝着它，小于等于，把它们移到左边，写的时候写在右侧 ，x 倍的 e 的2/x 次方移过来减去 ln(x) 移过来减去1，啊，我们还没有分离彻底，我就要留 k。所以由于 x 是个大于0的数，两边同时除以 x， 不等号方向是不变的，得到的是 x 分之 x 倍的 e 的2/x 次方减去 ln(x) 再减1啊。分离完参变量干嘛呀？构造函数。那么我就令gx 等于x 分之 x 倍的 e 的2/x 次方减 ln(x) 减1。构造函数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求最值啊！求最值，求最啥值呢？啊，它要比它大，恒成立。当然要求最小值，最小值派来都比它大，所有的值就都比它大，所以它才能够做到恒成立。好，接下来。这又是一个复杂的函数，又有指数函数的样子，这个和以前还有一点变化，它俩不完全一样了，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。这又是对数函数的样子，在这一个式子当中，又有指数函数的样子，又有对数函数的样子，而且指数函数吧，它还多了一个倍数，好吧？我们像以往一样。把 x 倍的 e 的2/x 次方拿出来，它就变成了 e 的 ln(x) 的形式，乘以 e 的2/x 次方，同底数幂相乘，底数不变，指数相加。那么这个代数式又相当于放缩公式当中的那个 x 次方，它就一定大于等于 x 加1嘛，2/x 加上 ln(x) 然后再加1。你看，我又找到它的取值范围了。接下来我把整个分子这个代数式的范围找到，所以在这个不等关系的基础上，我给它减个 ln(x) 减个1，x 倍的 e 的2/x 次方减去 ln(x) 减1，大于等于，我先把它落下来，
加ln x加1，它也得减ln x减1，正负1约了，他们俩约了，所以x 倍的 e 的2x次方减ln x减1，它就大于等于2x了。那么这个代数式这个函数它还有一个除以 x， 由于 x 是个大于0的数，两边同时除以正数，不等号的方向不变 ，x 分之 x 倍的 e 的2x次方减去 ln x 再减1大于等于除以 x 乘以 x 分之1约掉了，就剩下1/2。那么它是谁呢？它就是 g(x)。gx 大于等于1/2，都比1/2大，那我当然就得到它的最小值又是1/2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像以前一样，我们要找到等号存在的条件，所以我又构造了一个小小的函数，我令 φx 等于2x加上ln x。2x加上ln x， 等号存在的条件就是有这 x 的是大于0的数，有一个 x 的取值使得这个 φx 等于0，那么 x 当气紧当这个代数是等于0的时候，这个等号才成立。好。给同学们1分钟，大家考虑一下，它等于0，我们能不能得到呢？因为它跟前2道题、前2个视频我给大家讲的题略有一点区别，是吧？好，道理是一样的。2x这是个正比例函数，它是单调递增的。这是个对数函数，以1为底，底数大于1也是单调递增的，增加增它就是正的。令它等于0的时候，那么它就是个超越的方程，我不能够把确切的0点求出来，所以我们采用的方式呢，依然是给它取值的方式取值的方式呢，你看这个式子里边含有的是什么，你就知道应该给它取什么值。那么按照以往，我们依然是建立直角坐标系，我还是要给它取一个1/1，它等于2x，1/1除以2，2/1加上ln1/1，它是 e 的负1次方，负1倍的ln e，ln 给 e 为底，e 是1，它就是负1，所以呢，负1加上它是个小于0的数，我再取一个12/1x 取1是1的对数是0，它是个大于0的数，所以1/1在这儿，1在这儿，函数是单调递增的，它依然穿过 x 轴，那么这个 x0果然在0到正无穷大上有那么一个 x 的取值，使得它等于0了，所以等号存在的条件是一定的。于是我们就知道把它的最小值带到这里来，最小值都比它大，所以 k 就小于等于1/2，我们就把它的范围顺利的求出来了。好，到现在为止3个视频了，大家一定把它吃透了，把这个道理彻底理解清楚了，特征也观察得很透彻了，以后遇到相关的问题，我们就不妨想想这个放缩公式要应用它来解决问题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。